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就有时候吧，我特别喜欢做一些大师的方子，因为跟着他们做，我觉得能学到很多新知识。今天我就在这本书上，看到一个这个蛋糕，摩卡蛋糕。这蛋糕看上去挺诱人的，主要是你看它这个造型啊，感觉我们自己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来。那我现在就打算试一试。第一步，先做咖啡糖浆。哎呀，可是没有咖啡香精，我聪明的小脑袋瓜灵机一动，那我用咖啡和香草精不就可以代替咖啡香精了吗？嘿嘿。呸，可真是神仙味道。失策了，还是先做后边的步骤吧。这杏仁糖衣又是什么呀？问了一下度娘，也没查出来。难道我的摩卡蛋糕就要止步于此了？请教了一位学过法甜的朋友，他跟我说差不多就是杏仁酱。我刚开始想自己做，他说费时费力不讨好，跟我说用饼干加黄油就可以，然后给我写了一个配方。至于咖啡香精嘛，他说用浓缩咖啡代替就可以了。在这里要隆重的感谢一下这位朋友。水加糖煮开了以后，再倒入冲好的浓缩咖啡液就可以了。这样这个咖啡糖浆就做好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然后按照他给我的配方来做这个蛋糕最底下的脆皮层，把杏仁粉和杏仁碎放入烤箱中层，用150度烤15到20分钟左右，烤到表面有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。放凉以后和打碎的饼干放在一起拌匀，把黄油、淡奶油、速溶黑咖啡粉放在一起，加热融化成液体，倒进饼干碎里，搅拌均匀。提前烤好了一个8寸的海绵蛋糕，给它分成2片，用6寸的慕斯圈把蛋糕切割好。这个蛋糕我做的是6寸的。把慕斯圈放在一个铺了油纸的烤盘上，把拌好的脆饼底的材料放进去，压平压实，然后放到冰箱冷藏。做完这一步已经很晚了，真的好困啊，其他的就明天再做吧。Day 2。第二天，先来做蛋糕最外面要粘的那个焦糖杏仁，水和糖煮开以后倒进杏仁碎里，搅拌均匀。然后把它平铺在烤盘上，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烤20分钟左右。中途翻动一次，让它受热均匀。烤到这样呈现焦糖色就可以拿出来放凉了。我觉得这个焦糖杏仁的做法真的特别好，这次真的学到了。然后再做一个咖啡奶油霜，就可以组装蛋糕啦。不过这个奶油霜要用到无菌蛋，我这边也没有卖无菌蛋的，网上搜到一个方法，那就做来试试吧。把鸡蛋凉水下锅，用特别小的火煮，煮到水温60度的时候关火，让鸡蛋在60度的水里泡5分钟。时间到了就把它取出来放在冰水里，等完全凉了以后就可以用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蛋里怎么有白色呀？刚才煮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瞬间温度在61度，但是应该可以打发的，真的相信我，因为之前我做过一次也是这个样子，蛋清就打发成功了。书上说先把这个全蛋给它打发成3倍大，然后边打发鸡蛋边煮一个糖浆，这个糖浆要煮到115度。3个鸡蛋对于这个厨师机来说有点太少了，还得用手帮忙。看我说可以打发起来吧，然后继续打发，一边打一边慢慢的倒入糖浆。书上说要打到像奶油一样浓稠的状态，但是我打了好久，差不多得有20分钟了，它还是这么稀。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的鸡蛋有关系，所以我决定了放弃这个方案。反正我也不爱吃全是黄油的奶油霜。这个鸡蛋糖浆可不要扔，我想到了用它做什么，绝对不会浪费。哎呀，那下面就让我来做一个黄油加淡奶油的奶油霜吧，这个更好吃。黄油提前室温软化好，加糖搅打均匀。然后再分次少量的加入淡奶油，淡奶油最好加热一下，这样能更快的打好，而且也不会油水分离。厨师机我是用7档打的，这样就打好了，然后再加入浓缩咖啡，也分次加。
再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，我发现这个颜色跟书上的还是有点差距，书上的颜色更深，所以我又加了点色素。但是加了3次色素以后，我发现这个颜色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我一想，不行啊，我不能哐哐加色素啊，到时候吃完一张嘴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吃屎呢。我看着这个奶油霜思考了3秒钟之后，突然想到，其实我只要表面颜色深一点就可以啦，然后分出2份150克当做内馅，剩下的再加点可可粉调色就可以啦。哎呀，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啊！而且摩卡咖啡里好像就有可可粉哎，可可粉加牛奶搅拌至没有颗粒以后，然后和剩下的奶油霜搅拌均匀就可以啦。再跟书上的颜色对比一下，这回应该8、9不离10了。在我高兴的要组装蛋糕的时候，发现我最开始做的咖啡糖浆书上再没提过，怎么开头做糖浆，后边用潘去酒了？难道是要用潘去酒加咖啡糖浆吗？啊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不管了，反正我也没有潘去酒，那就用咖啡糖浆加朗姆酒吧。现在终于可以组装那个蛋糕了，在脆皮上面挤150克咖啡奶油霜。然后放上一片海绵蛋糕，刷上咖啡酒，再挤上150克奶油霜，再放上一片海绵蛋糕，再刷上咖啡酒，然后用手压着点这个蛋糕，就可以把慕斯圈撤掉了。再把整个蛋糕都糊上一层奶油霜，小失误请理性对待，拒绝爆粗口。抹平以后，最表面挤上花纹。我用的这个是10尺的裱花嘴，书上介绍的那种我没有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比较接近的。最后再把侧面沾上焦糖杏仁就可以啦！啊，我简直太激动了，终于完成了。来看看卖家秀和买家秀。我想发自肺腑地说一句，虽然我照着这个书做了这个蛋糕，但是味道和书里的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奶酪霜、蛋糕片、饼干脆、坚果香，一口下去多重口感，回味充满了坚果香、咖啡香。虽然是改良版，但是味道也还是不错的。咖啡糖浆应该再多涂点，最好可以浸满整个蛋糕片，这样蛋糕吃起来会更加的湿润。听说今儿有蛋糕吃哎，快来快来！哎呦，先别切了，快把刀放下。哦，让我拍个照。我把刀拿开。太好看了。等会儿，我给你摆摆。哎，摆这太好看了，我给他赶紧拍一个。羡慕死他们了，看着就一点都特别好吃，真香。哎，咱俩一块儿吃啊！我说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走你！我也是第一次尝，太好吃了。你吃了吗？就太好吃了，闻着就特别好吃。开始了啊！开始！1、2、3，走。哇塞，这个还行，咖啡味还挺浓的，是吗？有。不难吃，真不难吃，但是，我还以为不会有闻着那么浓的咖啡味儿，吃起来不会有很多咖啡味儿。您这是放了多少咖啡呀？10克吧。为什么我这吃着感觉咖啡味儿好像比甜的味儿还重？整体来说不是特甜，是不是？不是特别甜，是那个咖啡的味儿特别的重。是吗？太重了。这不是太重了，不是不好啊，就是比我想象中要更好一些。我以为是甜的，没想到是咖啡。我再细品一下。太好吃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太牛了！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呢？哎，没办法，太有天赋了。又开始凡尔赛了，赶紧吃吧，我还要吃第2块呢。耶！复刻成功！耶！对了，还有那个失败的鸡蛋糖浆，我把它们变成了一堆面包和吐司。哎，起司的，哎，下回您做这个啊。行，这看着好吃。哎，这泡芙塔好嘿，这看着好吃。那赶明圣诞节做这个吧。哎呀，真不错。
但这做完了，我可能只能吃，没法带走，没法馋他们去了，只能吃。哎，这个好，这多好看啊！做这个，这个是咖啡蛋糕，你只能吃一小块啊。一点都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我完全吃那小块都不苦呀。最后用边角料给孩子做了2个杯子蛋糕。表面撒了点可可脆片，完成。